理发了啊！今天下了日语课之后，专门到池袋一个中国人开的理发店里把头发理了一下，衣服也换了。你看，没再穿过去那个黑的衣服了。今天我们谈一下人民大学退出大学排名的事儿啊。这个新闻这两天在网上比较热。英国大学那个人民大学呢，退出了一个英国叫 QS 排名的大学这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啊，是英国4个大学排行榜里头最权威的，也是全球引用啊最权威的一个排行榜。比如说你在日本如果要是申请高度人才签证的话，那么它有一项加分政策，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大学毕业啊，如果是全球排名前300，它就给你加分。那它引用的都是英国的这几个大学排名的体系，所以在国际上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么人大为什么要退出这个排名呢？说起来挺有意思啊，我觉得肯定跟人大在这个排名里呢，排名比较低有关。人大在这个排名里面是排在600多位，这个排名呢，我估计人大可能跟他的自我认知啊反差比较大。就人大肯定认为自己本身肯定不只有600多位，肯定该更靠前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呢，有一年啊，北大的餐馆啊，突然有一天炸了，就不知道什么人呢，就把北大农园的餐馆呢放了一个什么爆炸物，当然也没炸着什么人啊，就把玻璃给炸碎了。当时还引起蛮大的轰动。那过了几天呢，这清华大学的那食堂也炸了。这连环爆炸就引起了这个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啊。然后呢，北京市的高校，其他高校也都非常紧张，因为它炸的是北大清华嘛，针对的主要是高校嘛，而且炸的是主要也都是高校的食堂，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干的，作案手段也比较像。但在北京的其他高校里头，最紧张的有2所大学，一个是北师大，另外一个就是人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害怕这第3所大学如果炸了，炸的不是自己，是对方。因为当时他们都觉得啊，你看北大炸完了炸清华，那肯定是按顺序炸的嘛。那哪家学校如果第3个炸，那肯定是排名第3嘛。所以北师大就特别担心人大炸了，人大就特别担心北师大炸了。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炸的时候啊，这个犯罪分子就被我公安机关给抓获了。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出心态什么呢？就人大一直认为啊，他在北京的高校里排名第3，他认为北师大不如他。但是北师大在 QS 排名里头呢，排在200多位，很稳定，230、250、270，基本是这个水平。但人大一下排到600多位了，所以人大肯定不服啊，说凭什么北师大他排在200多位，我排600多位啊，对吧？他就认为英国的这个大学排名不客观。那到底客不客观呢？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重庆模式是谁发明的吗？就是薄熙来重庆的那个唱红打黑啊，共同富裕啊。共同富裕这个词最早是重庆模式里面的一个名词，这个词的发明其实就是人民大学的季宝成，这个叫人民大学的校长。这个季宝成原先是教育部的一个干部，后来辗转呢到了人民大学当校长。当校长这个人呢，就特别热衷于搞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当年薄熙来啊想要争夺最高权力的时候啊，他也面临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如何合理化这个重庆模式的问题。当时他找了很多高校，找了北大啊其他的学校，没有人理他。他要把这个唱红打黑这一套理论合理化嘛。最后找到了季宝成。季宝成跟薄熙来他们是一拍即合，后来季宝成就在人民大学成立了重庆研究院，而且还搞了重庆模式研究中心，还收了博士生。在2011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他还带着人民大学10几个教授啊，到重庆呢去参观访问，还跟薄熙来专门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就是人大的老师啊可以到那边去挂职。然后重庆那边的官员呢，可以到人大去进修，甚至也可以挂职等等吧，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合作。据说是啊，拿了几千万到1个亿不等，咱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没有披露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确凿的。那么季宝成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呢？
他就为薄熙来做了就是把重庆打黑的这套模式合理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他把重庆打黑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共同富裕的模式。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翻一翻当时对重庆模式的报道，其实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季宝成为核心的人大校长提出来的这个共同富裕的模式。其实当时还是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就讲其实西方的大学排名跟中国的大学排名的确是有一些驴唇不对马嘴。你比如说这个 QS 排名里头它有很多权重。第一个，学术声誉，由这个国际学校之间互相评价第二个，雇主声誉，就雇主对这个学生的毕业生的评价。然后呢，论文文献的引用率，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的这个比例。这一套体系其实在西方大学内部它评价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中国大学里评价就遇到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雇主声誉，那人民大学的学生毕业了之后都到重庆市政府就职了，你能说他声誉不好吗？但是你能如此就认定人民大学的所谓的他的这个学术水平就高吗？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中央党校毕业的学生，那肯定雇主评价都很高一般来说，你都得是县长、县委书记、高级干部，你才能让人进修呢，对不对？进修了之后，非富即贵，最后就有的就是官场飞黄腾达，对吧？飞黄腾达，那你能说他这雇主评价不高吗？肯定高但他是不是理论水平就高，大学水平就高呢？不能得出这个结论。还有你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论文引用率，是吧？那人大的教授他搞那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他自己引用率挺高的，但你能说他这个所谓的水平就高吗？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明显的有些水土不服。后来还衍生出一些笑话，比如说这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国际学生比例和国际教师比例。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高校热衷于招那些非洲的留学生，不发达国家那些留学生？那些留学生其实也并不一定想在中国认真学习，但是中国的学校给他非常丰厚的条件，比如说优厚的奖学金，是吧？然后甚至还有陪读生，女学生专门陪了一些男留学生，是不是这个在网上过去几年被人反复诟病的那个所谓的一些学校的留学生的特权，背景是什么呢？背景都是这些大学想冲国际排名，而国际排名中间有一个留学生的比重，而留学生的比重里面呢，占整个 QS 排名中间的5%。于是这些学校呢就想歪门邪道，我把这些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黑人兄弟们搞到我学校里头来，管他上不上课呢，他算我的国际留学生的比例。然后这个留学生的比例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到这个大 QS 排名中间，我就可以往上冲。别看这5%积累起来，其实也是不小的这个一个优势，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西方大学的排名的权重，其实跟我们中国大学之间确实有很大的水土不服。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的真实的学术水平，真实的大学的学术水平，用西方的这些标准你是看不出来的。我再给大家讲2个例子，比如说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大学所有的大学老师上课的时候是全程录像的。这个在全世界我不知道是不是绝无仅有我不知道金日成大学有没有了，因为朝鲜比较穷嘛，不一定买得起海康威视，对不对？那穷国家他那个装摄像头也是一大笔钱嘛，对吧？但据我所知，现在中国的大学每一个课堂现在是全程录像，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你想一想，大学老师上课讲课的时候全程录像，那个其实教务处的人可以全程监控你的老师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当然好的方面就是你迟到早退能被发现，但差的方面就是你老师你说的任何话都被录下来。那你想想，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还敢讲话吗？我想起来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教我们中俄关系的老师，他实际上他们那一代的老师都是从文革一代那个时候经历过那个非常恐怖的时期的，所以他们都胆战心惊。他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课的时候，他说我脑子里想的
和我说出来的差好多，就是我脑子里想的和能说出来的差好多。他说我说出来的和能告诉你们的又差好多。他说我能告诉你们的和我能写下来的又差好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怕呀，对吧？一旦有了所谓的错误，你这个就要挨批，甚至会失去工作，是吧？然后这个下场会非常惨。他们是见到了那么多老师在文革期间被批斗那些下场啊。在整个文革期间，北大一共有20多个老师、20多个教授跳楼自杀呀。你想这个比例被逼的，是不是？那还是北大呢，其他学校里更可以想象而知，对不对？所以形成了这个知识分子，即便是在大学课堂里头有话也不敢讲。但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可没什么摄像头，就是老师上课给我们讲。其实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还觉得这些老师太谨慎了，因为毕竟我们到研究生阶段了，还是能够理解一般老师在这个所谓的学术上面如果有一些自由的话，有一些自由见解的话，我们还是一方面很欢迎，一方面也非常理解。但是那些人心有余悸，不敢讲。但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如果要是有全程录像的情况下，那个不比那个时候更可怕吗？谁还敢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举报，对吧？现在是各个大学全都派学生在学生中间发展，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在课堂中间注意老师的一言一行。如果一旦要是发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的内容，跟教学大纲不符，乱讲，我说的乱讲是打引号的乱讲啊，立刻举报。而且举报的学校还有个奖励，大家都知道这种举报的新闻很多啊。你看前一段时间上海震旦学校有个女教师在课堂上就讲说，这个南京大屠杀呀，我们公布的那个数字到底有没有史料来支持，是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且他也讲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们应该要往前看，不能总是沉浸在恨的这种情绪里面。就这么一些话就被课堂上的学生们拿着这个手机就全程给录下来了，边录他们还边说举报他，给他发微博。结果这些学生就把这老师的言行就发到微博上去了，后果嘛可想而知，那个老师很快就被学校给开除了。所以你想一想，现在大学里头这样一种氛围啊，真的是非常可怕。我是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后来也是读了历史系，他的那个同学就是研究民国史的。他研究民国史的时候上课也是在湖北的一所大学里面研究民国史，也是被学生举报了，举报了之后就被开除了。所以现在在高校里面的老师，其实你要说他可以自由的研究，自由的发表自己的那个看法，真的是一点可能都没有。那么在这种氛围下，你想想西方的这套大学的评估系统，就大学声誉大学排名的系统，能看到我们大学里头这些细微的这些管理措施吗？他看不到，他看到的都是雇主声誉是吧？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师对学生的这个评价老师生比你想想师生比能看出什么特点？他的理论就是说，老师和学生之间，他这个越多就是老师越多，学生越少，那么学生被对待的这个曝光度就高了，对吧？一个老师带10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带5个学生，那么每一个学生得到的老师的关照就不同。但是你想想，我们原先高校里头办社会，这学校里头既有这个老师，还有行政人员，还有后勤人员还有做食堂那些做包子的什么之类的，都算在大学这个所谓的编制里面去。你单纯的用这个所谓的师生比，你能看出来这个学生被关注的程度吗？看不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西方的大学排名体系评价中国的大学确实是有些牵强，是吧？但反过来，就为什么说中国的大学其实也大多数学校热衷于参加这个所谓的大学排名呢？而且我们这些年很多大学排名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比如北大和清华现在都全部进入到了这个 QS 排名的前20。那么排名在亚洲是最高的，比东京大学都高，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大学排名本身也在塑造着我们中国大学。也就是说，你今年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呢，去改造自己，使你自己的大学变得尽可能的国际化。这一点在那第一批里面，
中我们大学生间的第一批梯队里面，确实有些人、有些大学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北大、清华，比如说北师大，比如说南京大学，比如说复旦大学，比如说这个交通大学，像这些第一梯队的大学，的确是在按照国际化的那个标准，在改造着自己。但是在文科领域，这个很难做到。就像我说的，就是对老师这样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其实妨碍了，使得我们这些所谓的文科大学啊，其实这个教师在大学里面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进行研究的这种，已经到了建国以后啊，治文革以后最严酷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个排名本身不能体现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程度，但是你体现出来的其他特征也会反面体现出来。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认为全国那个中国人民大学啊，它之所以被排名到第16名第600多名，本身也体现出人民大学在季宝成这样的这个校长啊带领下啊创造的这样一种成绩，因为他是在天天孜孜不倦的为这个所谓的重庆打黑在创造着一种理论模式。不过啊，季宝成这个人下场最后也不太好。当这个薄熙来出事的那一天，其实人民大学正要搞重庆展览，重庆唱红打黑的成果展。季宝成他们拿了薄熙来的钱，是吧？在重庆大学里面搞展览，结果突然传来薄熙来出事了。人民大学的老师都知道，那一天季宝成吓坏了，连忙开始撤他自己那些所谓的重庆的那些展览啊，那些所谓报告啊，那据说那个都不治好了，一夜之间都全撤下来了。他那一天他就知道他完了，他即便把这个撤下来，他也完了。当然后来季宝成的确是完蛋了，我就是不知道啊，他们那个博士生专门研究重庆唱红打黑模式的这个博士生，后来到底毕业没毕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好，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咱们明天接着聊。